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 NPD， 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话题。在上期视频里，我们首先肯定了中国互联网批判 NPD 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它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有毒关系，并唤起了很多人自救的意识。但同时，我们也指出了这种对 NPD 的批判随着范围的扩大，正朝着夸大和妖魔化的方向发展，而这本身是不利于当事人走出创伤的。正如我们上期视频所说到的，将恶归结为不可解释的本质，尽管会让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纯粹无力、无辜和清白的，但也让人感到无法操作，不知道该如何行动。结果是他似乎一直生活在与这种弥散性的恶的对抗之中，生活在被迫害的感觉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假设人性是相通的。我从心理层面理解一个坏人，并不意味着我要在现实层面去原谅与和解，而只是为了祛魅。由此，我们就可以把对方从一个不可解释的全能的魔鬼，还原为一个有缺陷、行为可预测，甚至是可怜可悲的人。一旦这个魔鬼被还原为人，他对我的心理控制力也就大为削弱了，他的操控术也不再是天罗地网，而只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的笨拙的把戏。这也让我们的内心不再生活在一种被强大力量所迫害的无力感之中。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进一步解释这个观点。当然，我们所探讨的内容也是超出了 NPD 这个话题本身的。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在上期视频的评论区，我看到有网友还是会强调说 NPD 本质上是可怕的，是不可用逻辑和理性去理解的，尤其是那些高功能 NPD， 他们占据了更优势的权力地位，而另一些性格温和细腻的人就很容易被他们反复伤害和吸引，所以强调 NPD 的可怕本身仍然是有意义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中文互联网把 NPD 描绘成了一种不可改变、不可理解的纯粹的恶的存在，并使用了大量非人化的隐喻，比如说 NPD 是披着羊皮的狼，是吸血鬼、能量吸食者，他们是魔鬼而不是人。因此，我们原则上是无法理解 NPD 的内心的。但这种描述方式真的会起到让人警惕的效果吗？事实上，当我们将一种恶的东西神秘化，将其描述为无法用逻辑和理性理解时，它不仅不能让人警惕，反而会使其充满病态的吸引力。一个从根本上无法用理性和逻辑去理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看作是不被道德和规则所束缚的人。他仿佛拥有了一种超越凡人的、绝对的、为所欲为的自由。比如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有时候作者本身可能也是想要批判这样的角色的，但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观众们一方面觉得可怕，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个反派角色产生莫名的好感。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压抑的人来说，这种无视一切规则的邪恶姿态本身就有一种颠覆性的、黑暗的魅力。因此，当受害者被告知那个伤害他的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魔鬼时，他潜意识里接收到的信息，除了危险之外，还有强大、自由和与众不同。如果他本身就对平庸的生活感到不满，他就容易对这种强大产生一种混杂着恐惧和崇拜的向往。这种邪恶激发了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和征服欲，并催生一种危险的幻想，那就是虽然别人都无法理解他、拯救他，但也许我就是那个特别的能解开他内心秘密的人。于是，在理想化和贬低的循环中，受害者会对施害者产生一种病态的迷恋。如果施害者的行为是不可预测、不可理解的，那么他偶尔施予的理想化和温情就会显得格外珍贵和神奇，仿佛是魔鬼罕见的恩赐。这会让受害者更加难以离开。当我们能用理性和逻辑清晰地解释对方的每一个行为，比如他的暴怒是因为自恋损伤后的脆弱防御，我们就能将他从一个不可理解的魔鬼还原为一个可预测的、
有缺陷的，甚至可悲的人，于是他的一切魅力和吸引力才会烟消云散。一个人不会爱上一个程序出错的机器人，也不会对一台坏掉的机器产生创伤性的迷恋。许多人对于患有精神疾病或者障碍的人有一种浪漫化的理解，认为这种非理性的病态可以带给人更多的可能性和自由。尽管表面上看，我们说一些 NPD 患者在情绪上表现为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但在更高的维度上，一个困在病理模式的人恰恰是简单和可预测的。这就好比一个坏掉的空调，它有时候会突然开始制热，有时候又突然关机或者制冷。总之你无法预测它下一秒做什么，但你可以确定的是，它无法稳定在一个你想要的温度，这个恰恰是可预测的。同样的道理，病理性的状态只是在破坏性这个维度上不可预测，但在创造性上，它们恰恰是稳定的缺乏能力的。因为创造需要灵活性、整合能力和对现实的深刻理解，而在病理性的状态下，人的思维能力是受伤的，它被锁定在这个僵化的、重复的循环里。所以，真正的免疫来自于祛魅，来自于我们用理性的分析，将对方还原为一个行为模式高度可预测的、内心脆弱的病人。然而，这就引出了当前中国互联网对 NPD 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们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了识别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真正的分析。所谓的识别，就是在罗列它的特征，对方是否缺乏共情，是否会贬低你。还有一些识别 NPD 的帖子罗列了五花八门的特征，比如喜欢抖腿、喜欢装病卖惨等等。但不论怎么识别，最终都指向了要赶紧远离。这种方式虽然在初期有它的价值，但它并没有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真正的分析则要求我们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算它具备所有这些特征，它那看似强大的操控能力究竟从何而来？是什么东西赋予了它伤害我们的真正力量？我们会发现 NPD 那看似强大的操控力，其真正的组成部分并非源于他自己的内心，而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反复强调的，由环境、文化和制度所赋予他的外部权利。而第二个，或许也是更隐秘、更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的，则是我们自己已经存在的创伤。当我们的关注点放在了权力关系和创伤，而不是对方本质的邪恶上，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可操作和可靠的方案。正如上期视频所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迫和利用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处的场域和他被赋予的角色所决定的，而并不必然反映出这个人的人格之中的稳定因素。在一个被文化和制度赋予更高权力的位置上，一个人的确容易出现自我的扩张，如果他不反思的话，他的确会表现为这个制度所期待的样子。那有人就说了，某些女性在事业上更加成功，明明更有权利，但在婚姻中依然被远不如自己的丈夫打压和贬低，这是否能说明这个丈夫具有很强的心理操控能力呢？我认为当然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所说的权利并不仅仅指那种宏观的显性的权利，比如金钱、职业成就等等，还包括了那些微观的、不可见的软性权利。例如，即便这个妻子在事业和经济能力上超过了她的丈夫，但她仍然生活在一个男权文化塑造的社会之中。比如她的丈夫以及周围的人认为，一个女人在事业上这样强势，会让丈夫很没面子，这本身也不是一个好妻子。或者认为女人在事业上再成功，也是不够温柔、不够有女人味儿的。或者即使妻子没有明确地受到这种批评，但看到自己的家庭和别人的不一样，也会自我怀疑等等。结果是，丈夫虽然在经济上弱势，但丈夫对妻子的贬低，透过社会规范这个信号放大器的放大，就能够显著地操控妻子的心情和状态。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非常多。我们看到，在很多家庭里，丈夫的贡献很少，却经常在口头上贬低妻子。妻子虽然更能干，但在家庭中却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
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丈夫本身有多么强的操控人心的能力。如果我们将这个丈夫对妻子的打压行为归因于一种罕见的病理性的人格障碍，这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我的运气太差了，竟然遇到了一个万里挑一的病人。但这种行为模式并不罕见，反而是非常普遍的。在这样一个文化下，许多男性在正常的状态下还可以比较尊重自己的妻子，一旦感到自身的地位受到威胁，或者事业上遭受打击，都会不自觉的，甚至本能的拿起性别规训的武器来打压伴侣。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被文化长期熏陶后形成的习惯。而觉察这种符号权力的机制，也为一个人的择偶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筛选机制。例如，如果一位女性将自己的丈夫归结为 NPD， 那么当丈夫说你不像个女人这样的话语时，她会感到痛苦，并且感觉丈夫真的在操控自己，因为丈夫让自己感到自己离好女人这个符号还有差距。在这个框架里，丈夫像是一个能看透自己弱点，发现自己核心缺陷的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本质好像被抓住了。可是当他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一切时，他就会感到自己为什么要做到丈夫所定义的好女人呢？丈夫的这种攻击其实并不能真正论断他的本质，虽然这个妻子仍然会痛苦，但这种痛苦就不再那么指向自己，并且当事人会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了威胁，才使用性别规训这样的武器来攻击我。但这种攻击并非指向我的真实自我，而是攻击我没有扮演好他所期待的那个传统的妻子角色。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会发现这种操控所要达成的效果并不是必然和绝对的，因为如果当事人在这方面拥有大量的社会支持，或者在一个承认他的真实自我的环境之中，那么即使她面对丈夫的贬低，她是可以不那么痛苦的，而且她也可以通过筛选找到一个更好的亲密关系。只是这个人不能仅仅是个正常人，而非 NPD， 他还要对社会文化和性别权利有清晰的意识和反思，而这其实是一个高于正常人的标准。同样的道理，还有很多权力关系也是非常隐蔽的。比如在亲子关系里，一些父母喜欢被动攻击和道德绑架的方式对待女儿，通过不断强调和扮演受害者、牺牲和付出的事实，从而将自己塑造为道德上的债主。女儿经常感到父母很可怜很弱势，自己一旦有自己的想法，就会被不孝顺、忘恩负义的内疚感所淹没。因此，尽管这个女儿可能在世俗能力和经济地位上都比父母强大很多，但父母掌握着巨大的符号权利，也就是定义孝顺的权利，并且这种符号权利是受到这个环境里大多数人所许可的。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父母的操控其实也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对等之上的。例如，这个女儿可能事业上很成功，人在海外，但内心可能一直都是孤独和孤立无援的，人无法生存在依恋真空里，被看见、被认可，与人连接是和吃饭喝水一样根本的心理需要。在没有其他关系的情况下，有毒的关系也是关系。当一个人处于极度孤独的情况下，他对人际关系的质量要求就会降得很低。此时，一段充满痛苦、勒索和内疚感的亲密关系，也比无人问津、缺乏链接的状态要更能感觉自己存在。然而，如果女儿能够获得一个更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其实父母 PUA 的毒性也是可以被化解掉的。比如，当事人拥有亲密的伴侣、知心的朋友、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有归属感的社群等，这就可以为个体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例如，当父母贬低你太自私的时候，你的朋友和伴侣会告诉你，你只是在追求自己的正当权利。这种理性的话语就会遏制下意识的恐慌和内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精力放在关注 NPD 的操纵手段，放在识别、反击和逃离 NPD 上，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可能周而复始地陷入到和 NPD 的对抗之中。
而如果我们将精力放在自身的建设，也就是探索如何让自己在经济和情感上独立，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如何让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平等的职场环境之下，那么即使遇到了真正的 NPD， 他对自己的伤害和操控也是完全可控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下期视频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